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，如果3亿年前的地球环境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，今天的人类还会存在吗？我可以先给你一个反直觉的答案，不仅人类不会出现，甚至所有哺乳动物，所有陆生脊椎动物可能都永远不会登上历史舞台。整个地球会变成一个被巨型节肢动物统治的永无天日的沼泽星球，生命永远停留在野蛮生长的阶段，再也演化不出智慧，演化不出自我意识。整个星球生机盎然，却死一般寂静，没有谁能抬头看天，没有谁能追问自己从哪里来。这不是科幻脑洞，是古生物学界基于石炭纪地质证据推导出来的合理推演。今天我们就一层层拨开这段3亿年前的地球历史，看看这场持续了6000万年的行星级失控实验到底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真相。为什么说完美的稳定比大灭绝还要可怕？我们先从最基础的空气说起。现在我们呼吸的大气里，氧气占比大概是 21%， 差不多1/5。这个浓度刚好适配我们现在的所有生物，不多也不少。但在石炭纪，也就是距今 3.59 亿到 2.99 亿年这段时间，大气里的氧气占比最高能冲到 35%， 最低也有 30%。 35% 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你每吸3口气就有1口是纯氧。你要是带着现在的身体穿越回去，刚落地的第一感觉肯定是神清气爽，跑2步都不喘，因为血氧浓度瞬间拉满，代谢效率直接上了一个台阶。但你高兴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劲，这个世界的空气本身就是危险品。我们都知道氧气是助燃剂，氧气浓度越高，东西越容易烧，烧起来越猛。现在的森林大火还要天干物燥，明火引燃才会蔓延，在石炭纪根本不用这么麻烦。一道闪电劈下来，甚至只是天气太热，枯枝落叶自己升温到燃点，整片森林瞬间就能变成一片火海。而且因为氧气足，火会烧得特别旺，特别快，根本不给生物逃跑的时间。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，很多人有个误区，觉得氧气越多越好，氧气是生命之气。但本质上，氧气是一种强氧化剂，它既能支撑代谢，也会加速细胞老化，更能让整个世界变成易燃易爆品。石炭纪的常态就是隔3差5就来一场席卷整片大陆的野火，烧完一轮植物再长，长起来再烧，循环往复。你现在踩在脚下的煤炭，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么来的。森林烧完的残骸，没烧完的枯木被泥沙埋起来，经过几百万年的地质作用，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挖的煤层。可以说，我们现在烧的每一块煤都是3亿年前那场富氧狂欢留下的灰烬。高浓度的氧气除了让空气变易燃，更直接的影响是彻底放开了节肢动物的体型限制。为什么是节肢动物？为什么不是鱼，不是早期的两栖动物？这就要说到它们的呼吸方式。我们脊椎动物靠肺呼吸，靠血液把氧气送到全身，体型再大，只要心脏够近，血管够粗，就能供氧。但昆虫、蜈蚣、蝎子这些节肢动物不一样，它们没有肺，也没有带血红蛋白的血液，靠的是气管系统，相当于全身上下布满了细细的呼吸管，空气直接从体表的气孔进去，顺着管子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。这套系统在氧气浓度低的时候就是体型的天花板，管子就这么粗，扩散效率就这么高，身体太大的话，深处的细胞就吸不到氧气，活不了。所以现在的昆虫最大也就巴掌大，再大就撑不住了。但石炭纪的氧气浓度直接翻了快1倍，
气管的扩散效率直接拉满，原来的体型限制直接就没了。就像原来的小路只能过小车，现在直接修成了8车道，多大的车都能跑。于是各种我们现在想都不敢想的巨型节肢动物就这么出现了。最有名的就是巨脉蜻蜓，化石在欧洲被发现，一展能到65到70厘米。70厘米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和你家里吃饭的餐椅一样宽，张开翅膀，比很多成年人的臂展还要宽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么大一只蜻蜓从你头顶飞过去，影子能把你整个人都盖住。它不是吃露水的小虫子，是实打实的掠食者，抓其他昆虫，甚至抓小型两栖动物，跟老鹰抓小鸡一样。天上飞得已经够吓人了，地上爬得更离谱。节胸蜈蚣，也就是远古的巨型马鹿，普遍体长就有2到3米，最长的个体化石推算下来能接近6米。6米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和你家客厅的3人沙发一样长，比很多小型轿车都短不了多少。它在森林的淤泥里一爬，地面都跟着颤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么大的体型，它居然没有什么致命武器，没有毒牙，没有强壮的大颚，就是纯靠体型大，没人敢惹它。它就是个吃植物的，长成这样纯粹就是环境允许它长这么大。还有一种古蝎子叫普莫诺蝎，体长能到70多厘米，差不多和1、2岁的小孩一样长，长着4只眼睛，天天在沼泽林子里爬。你想想，你在泥地里走着，突然脚边窜出来一只半米多长的蝎子，是什么感觉？在这里我有个观点想和大家分享，很多时候生物的体型上限从来不是它想长多大，而是环境允许它长多大。演化不是主动升级，是环境松绑了，它才敢往大了长。石炭纪的节肢动物就是赶上了氧气红利，踩中了生态位的空窗期，才当了几千万年的陆地霸主。讲完了动物，我们再说说当时的植物，也就是支撑起整个巨型生态的基础——石炭纪的远古森林。现在的森林有乔木，有灌木，有林下植被，阳光能透过树叶洒到地面，有完整的分层。但石炭纪的森林完全不是这个样子。当时陆地上的优势植物是石松、木贼、远古蕨类，这些东西长得特别有特点，树干笔直，几乎不分叉，一个劲往高了长，能长到20到30米高，差不多7到10层楼那么高。而且它们长得特别密，树和树之间几乎没空隙，树冠在上面连成了厚厚的一层，阳光根本透不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走进石炭纪的森林，抬头看不到天，低头看不到光，四周全是笔直的树干，脚下是软绵绵的烂泥和腐殖质，空气又闷又热，混着腐烂植物的味道，跟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盖着盖子的蒸笼一样。但最特别的还不是蜜，是脚下的土地。现在树死了，真菌、细菌很快就会把木质素分解掉，养分回到土壤里，重新被植物吸收，完成循环。但在石炭纪，能高效分解木质素的微生物还没演化出来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树不停地长，不停地死，死了之后烂不掉，就一层一层堆在地上，上层的压着下层的，泡在水里，缺氧，分解得更慢，越堆越厚，最后就变成了泥炭层。你踩在上面，感觉软乎乎的，像踩在很厚的海绵垫上，但你根本不知道下面有多深，也不知道哪里是空的，哪里是水坑，走着走着可能就陷进去了。这些泥炭层埋在地下，经过几百万年的高压高温，就变成了煤层。我们今天全球大部分的煤炭储量都是这么来的。说句题外话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石炭纪的地球就是一个只攒钱不花钱的守财奴，
植物固定的碳全都埋地下存起来了，不参与循环。存着存着，大气里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少，氧气越来越多，整个气候和大气成分就这么被慢慢推到了极端的状态。陆地是巨型节肢动物的天下，那海洋呢？海洋的情况比陆地还要夸张，古生物学界直接把石炭纪叫做鲨鱼的黄金时代。为什么叫黄金时代？因为当时的海洋里，鲨鱼几乎占满了所有上层食物链的生态位，而且演化出了各种你想都想不到的奇怪形态。我们先说说海洋的基础环境。和陆地的动荡不一样，海洋其实是个非常稳定的环境。水的比热容大，温度变化慢，不管外面刮风下雨，水里的环境波动都很小。所以生命最早诞生在海洋里，而且海洋里的生物很多都活得特别久。比如三叶虫在海底趴了 2.7 亿年，比恐龙存在的时间还长1倍多。还有菊石带着螺旋壳在水里飘，演化得特别快，种类特别多，是当时海洋里最成功的类群之一。稳定的环境，充足的食物，就让鲨鱼这个类群开始了疯狂的演化尝试。现在的鲨鱼外形其实都差不多，流线型身体，三角形背鳍，都是为了游得快，抓猎物。但石炭纪的鲨鱼根本不讲道理，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。最有名的就是胸脊鲨，体长不到1米，也就和家里的行李箱差不多大。它最奇怪的地方是背上的背鳍，不是尖的，是扁扁的一块，上面还有粗糙的棘刺，远远看去就像背上顶了个倒扣的熨衣板，或者说一块搓衣板。这么奇怪的结构是干嘛的？到现在学界也没完全搞明白。它不能提速，不能防身，也不能帮着捕猎。现在主流的推测是用来求偶展示的，或者用来威慑同类，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样，没什么实用价值，就是用来显摆的。你看，当环境足够稳定，食物足够多，生存压力足够小的时候，连演化都会开始不务正业，开始卷颜值，卷求偶，不用卷生存能力。如果说胸脊鲨是走了奇葩外形路线，那剪齿鲨就是走了极致杀戮路线。剪齿鲨体型很大，能长到 6.7 米以上，差不多2层楼那么长，是当时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之一。它最特别的是嘴，上下颌是不对称的，上颌短，下颌长。咬合的时候不是简单的上下咬，而是像剪刀一样有一个错动的剪切动作。猎物一旦被它咬住，它的颌骨就像双齿轮一样运作，连切带撕，很快就能把猎物拆解开，进食效率特别高。这就是石炭纪海洋的特点，因为能量太充足了，演化不用再考虑能不能活，而是开始考虑怎么活得更高效，怎么更有竞争力。有的点歪了科技树，走了奇葩路线，有的点满了攻击属性，成了杀戮机器。和开阔的大洋比起来，陆地上的淡水沼泽、河流、湖泊就是另一个事界了，这里的残酷程度比海洋高好几个量级。为什么？因为淡水环境太不稳定了。海洋再怎么变，整体的水量、盐度、温度波动都小，但淡水不一样。石炭纪气候湿热，暴雨说下就下，一下就是连续好久，地势又平，水排不出去，很容易就发洪水。旱季的时候，水又退得快，小水洼直接就干了。食物也是，今天可能有很多鱼，一场洪水过后，底栖生物全被冲跑了，或者淤泥翻上来，水里缺氧，鱼死一大片，食物链说断就断。在这种环境里活下来的生物，生存策略都特别极端。最典型的就是斜脊鲨，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鲨鱼，体长大概3米，
和家里的双人床差不多长。它身体细长，像鳗鱼一样，能在树根缝隙、狭窄水道里钻来钻去。头顶还有一根带毒的背脊，不用追猎物，偷袭一下就能把猎物毒晕。但它最颠覆认知的行为是同类相食。古生物学家在它的化石粪石里发现了大量幼年斜脊鲨的牙齿和骨头，这不是个例，是普遍现象。也就是说，成年斜脊鲨会主动捕食自己的幼崽，这是它们固定的生存策略。很多人听到这第一反应是太残忍了，但站在演化的角度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环境不稳定，食物说没就没，当饥荒来临的时候，幼崽就是最容易获得、最稳定的能量来源。吃掉一部分幼崽，成年个体就能活下来，等环境好了还能再生。如果不吃，成体和幼崽一起饿死，整个种群就没了。演化从来没有道德观，它只看一件事，这个种群能不能延续下去。为了延续，什么策略都能演化出来。淡水环境里的捕猎方式也和海洋完全不一样。海洋里可以追，可以长途游猎，但沼泽里不行，水浑，能见度低，到处都是树根、烂木头、淤泥，跑2步就卡住了。所以这里的掠食者全是伏击型的，躲在泥里，躲在树根后面，等猎物靠近了，突然冲出来，一招致命。他们的身体也都是为了瞬间爆发设计的，短粗有力，肌肉发达，短时间冲刺速度能到每小时15-16公里，但跑不了多久就累了。他们不需要耐力，只需要那0点几秒的爆发力。而且这些伏击者自己也活在危险里，他们躲在地洞里，躲在树根缝里，一场洪水过来，洞被淹了，被泥堵了，直接就闷死在里面，根本没有反应时间，也逃不掉。所以石炭纪的淡水生态本质上就是一场赌局。今天你埋伏吃了别人，明天一场洪水过来，你就死在洞里。没有长久的赢家，也没有稳定的生存策略，全靠运气，全看能不能扛过下一次环境波动。说到这儿，你应该能感觉到了，石炭纪整个环境就是一个字：乱。大气乱，生态乱，连演化本身都开始乱来了。最能体现这种乱的就是塔利怪物。塔利怪物是在伊利诺伊州的石炭纪地层里发现的，距今大概 3.07 亿年。它体型不大，也就35厘米左右，和一根黄瓜差不多长，但就这么个小东西，困扰了古生物学家半个多世纪，到现在都没人能说清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它长什么样呢？身体软软的，像乌贼，但没有壳。眼睛长在2根长长的柄上，向两边伸出去，能同时看前后左右。嘴是一根长管子，末端有个钳子，上面长了16颗牙，就像一把生物镊子。你说它是无脊椎动物吧？它化石里有软骨的痕迹，还有疑似脊髓的结构，好像是脊椎动物。你说它是鱼吧？它没有鱼类都有的侧线系统，也没有内耳的平衡器官，身体结构和任何已知的鱼类都对不上。它就像一个演化路上的半成品，或者说一个试错品，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大类，就这么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？其实就是因为石炭纪的环境太宽松，生态位太多，演化可以随便试错，反正资源够，怎么长都能活。于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身体方案都冒出来了，有的成功了，延续下去了，有的失败了，环境一变就没了，连个后代都没留下。塔利怪物就是这场演化狂欢里最特别的一个主角。它告诉我们，演化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线，不是从低等到高等一路往上走，它是一棵树，到处分叉，
有的枝丫长歪了，有的枝丫断掉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生物只是存活下来的少数枝丫而已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一直在说石炭纪的怪物有多奇怪，环境有多极端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。石炭纪真正细思极恐的地方是，如果这个环境一直不变，会发生什么？答案是演化会停下来，生命会永远困在这个阶段，再也往前走不了。这就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聊的一个概念——演化的稳定陷阱。很多人觉得生命演化是随着时间自然而然进步的，时间够长就一定能演化出复杂生命，演化出智慧。其实根本不是，演化的动力从来不是时间，是压力。环境变了，旧的活法不行了，生物才被迫改变，被迫演化出新的能力，新的结构。如果环境一直不变，食物一直充足，没有天敌，没有灾难，那生物根本没必要变。现在的样子就能活得很好，为什么要改？就像海洋里的三叶虫，环境稳定，它们就保持原来的样子，活了 2.7 亿年，几乎没什么大变化。如果环境一直不变，它们可能还能再活几亿年，还是那个样子。如果石炭纪的环境一直不变，会怎么样？巨型昆虫会一直当地球霸主，哺乳动物永远是躲在角落里的小耗子，根本没机会长大。森林会一直堆，一直厚，阳光永远照不到地面，林下生态永远贫瘠。海洋里的鲨鱼会一直奇形怪状，但也不会有本质的突破。生命会一直存在，很多，很繁盛，但永远不会更复杂，永远不会演化出更大的脑容量，不会演化出自我意识。整个星球热热闹闹的，有飞的，有爬的，有游的，但没有一个物种能抬头思考，没有一个物种知道自己存在。这比灭绝还可怕。灭绝是没了，而这种状态是活着，但永远没有进步，永远困在原地，就像一个永远醒不过来的循环。那打破这个陷阱的是什么？是变化，是灾难，是大灭绝。地球历史上有好几次大灭绝，每一次都像是给地球按了一次重置键。比如600-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大灭绝，小行星撞地球，干掉了 75% 的物种，飞鸟类恐龙全没了。恐龙统治了地球 1.6 亿年，要是没有这次撞击，恐龙可能还会一直统治下去，哺乳动物永远没机会出头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灵长类，不会有我们。再比如二叠纪末大灭绝，也就是 2.52 亿年前那次，是地球史上最大的灭绝，海洋里 90% 到 96% 的物种没了，陆地上 70% 的生物没了，几乎把地球清空了一遍。但就是这次清空，给新的生态系统腾出了位置，才有了后来的爬行动物时代，才有了恐龙，也才有了后面的故事。每次大灭绝都会把旧的优势物种干掉，把生态围空出来，给原来的弱势群体机会。原来被压制的，突然有了空间，有了压力，就会快速演化，快速分化，然后整个生物圈就上一个台阶。这就是演化的悖论。生命不需要完美的稳定，生命需要动荡。灾难不是终结，是新的开始。没有一次次的毁灭，就没有一次次的新生。我经常看到有人说，大灭绝是悲剧，是地球的灾难。但站在整个生命演化的尺度上看，灾难才是演化的燃料。一直风平浪静，生命就会一直躺平，只有天塌下来了，大家才会被迫跑起来，被迫变强。那石炭纪最后是怎么结束的？它不是毁于小行星，也不是毁于超级火山，它是自己把自己玩崩了。我们前面说过，
植物不停地死，不停地埋，碳都锁在地下，大气里的二氧化碳越来越少。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，少了之后，地球温度就开始降，冰川开始扩大，海平面下降，原来的沼泽森林大片大片消失。同时，氧气浓度太高，野火越来越频繁，森林烧了又烧，进一步破坏植被。再加上后来分解木质素的真菌演化出来了，死树能被分解了，碳循环重新转起来了，大气的氧气含量也就慢慢降下来了。氧气一降，那些巨型节肢动物首先扛不住了，气管系统不够用了，体型大的都缺氧死了，只有小的活了下来，慢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那些奇形怪状的鲨鱼，那些特化的物种，也因为环境变化，食物减少，慢慢灭绝了。只有最通用、最能适应变化的类群活了下来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你看，石炭纪的崩溃，本质上就是系统失衡了，能量太多，结构太极端，看似繁盛，实则脆弱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整个系统就垮了。地球用了6000万年做了一场实验，证明了一件事：极致的繁盛往往就是崩溃的开始。没有约束的增长，最终一定会反噬自身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：如果石炭纪之后地球再也没变过，人类会存在吗？答案当然是不会。不仅人类不会，我们熟悉的绝大多数生物都不会。人类的出现从来不是什么必然的结果，我们是35亿年演化史上无数次偶然、无数次灾难、无数次环境变化堆出来的奇迹。从第一个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命，到鱼类，到登陆的两栖动物，到爬行动物，到哺乳动物，到灵长类，再到智人，这中间的每一步都踩着环境变化的节点，每一步都有无数个物种倒下，才轮到我们走到今天。如果没有奥陶纪的大灭绝，没有志留纪的登陆，没有泥盆纪的鱼类时代，没有石炭纪的森林，没有二叠纪的大重置，没有三叠纪的恐龙崛起，没有白垩纪的小行星撞击，任何一步出了差错，我们都不会存在。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，是演化的终点，其实不是。我们只是刚好赶上了所有的巧合，刚好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环境里演化出了智慧而已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说点心里话。我们总在追求稳定，追求一成不变的生活，觉得安稳就是幸福。但地球46亿年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。稳定是温柔的陷阱，它会慢慢磨掉你的棱角，废掉你的能力，让你困在舒适区里，再也走不出去。反而是那些挫折，那些动荡，那些看起来的坏事，才会逼着你成长，逼着你进化。3亿年前的石炭纪给了生命最富足的环境，最稳定的条件，结果生命困在了巨型节肢动物的阶段，差点永远停在那里。是后来的气候变冷，是后来的大灭绝打碎了这个牢笼，生命才得以继续往前走，最终走到了我们今天。一个星球如果永远没有灾难，永远稳定，它就永远不会有智慧，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。它会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死星，热闹却空洞，繁盛却没有未来。而我们之所以能站在这里，回望3亿年前的地球，思考宇宙的起源，追问生命的意义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星球从来没有一直稳定过。它经历过冰封，经历过大火，经历过撞击，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与重生。那些打不倒生命的，最终都让生命变得更强大。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。